于掌柜。于掌柜。100贯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知己只能看，不能插手。全听于掌柜安排。那祝两位言志顺遂，早成心境。跟谁夜貌？源远流长。谢战家之礼。开锦房。阿爷，丝不成行，不下之计。婷儿回来了。这心景这么快便织起来了吗？花本未成，锦哪能织得起来？他们正在挑丝配色，钻研织法，希望早日将花本结出。听你这话的意思，看来这花本是织锦的核心了。染丝有秘方，这花本就相当于织锦的秘方。再复杂的一匹锦，有了花本，便能把它织出来。但若要说花本是织锦的核心，我却不这么认为。白郎君为何如此看着我？坦言相告，推心置腹，你能跟白母说这些，实属难得。这是郎君那100贯中包含的。我做生意向来公平买卖，童叟无欺。你有这样的气度，将来定成大事。只是白某有些好奇啊，你一女子为何要如此辛苦啊？这是那100贯中不包含的。好，那我就问问包含的。这织锦它的核心是什么呀？这个问题我怕是不能回答白郎君了，因为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一样。他们此时应该在通力合作，挑丝配色。这边请，白郎君。请。这个绿色是靛蓝与栀子混染的，最能接近麦穗青青之感呢。有道理，你这个绿啊，太暗了，不如我这么绿色，通透明亮。哎，说的也对。既然要做流光锦的，咱们俩就得亮点好。不是，我觉得，既然要出新，那就应该彻底的推陈出新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听我说两句，你这2个颜色都差不多，要不咱抛骰子决定行不行呢？闭嘴吧！哎，会长，白郎君，你来的正好，过来给我们评评理。哎，哪个？你们自己商量商量，勿动火气。我带白郎君再去锦房再看看。白郎君，这边请。莹莹，切磋技艺难免相争，我们现在去锦房，我阿兄在，我阿兄好读书，是儒雅之士。好，这老方法怎么就不行嘛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它……但是什么但是啊？要想织出包纹流动之感，我看还是得配颜色。英英她就很擅长配色。我说呀，这卖茬啊，得用断纹。什么断纹啊？平纹才是最基本细致的。行了，你哪儿凉快到哪儿待着去啊。老兄怎么说话呢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锦房他是姓于。什么姓于呀？要我看用不了多久，他姓了飞，要姓纪。这从何说起？
你凭什么说信姬信妃啊？他是余家的这就是锦囊啊。金娘子所说的通力合作是吗？看来这100贯应该是回不来了。既然大家都还不饿，那我们玩个游戏吧。好啊，什么游戏啊？您现在出一道与景业相关的问题，我阿兄若是猜对了，那你们每人便得1文钱。继而我阿兄提问，您作答，多答多得，直到你们有人从上面掉下去，或者是板子触地。师傅，请出题。那筷子树乃是蜀锦正色之属。蜀锦正色，赤、黄、青、白、黑5种。答对了，答对了。来，换阿兄提问。见色树，蜀锦见色，红、绿、蓝、紫，是4。又答对了，2文钱了，坚持坚持。哎，谁到时候答的最多，咱们再加赠3文。再来。汉时的五星说东方锦纹了几种图样啊？5种。怎么是5种？哎呀，你再想想啊，这确实是5种啊。你好好想想。哎，抓紧了，抓紧了呀！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明明就是4种嘛！我说你会不会知景啊？啊，草龙、文虎、日月、白色小篆。白色小篆也算。白色小篆也算。以字画文，字算一样。啊！哎呦！哎呀，我本来想考你，这么一来倒让我自己啊。对不起了。恭喜2位各得2文。2文。钱呢？哎呦！哎呀！咱们蜀锦人家向来直爽，有什么问题便问出来，有什么不服咱就比出来。但是咱得知道，这比也好，问也好，都是为了能把新景做出来。记住，要拽住彼此，才能共赢，才能赚钱。好，说得好。为此，共赢赚钱。还有谁要玩？李师傅，请教了。好啊，来就来。我出题。我出题。切磋技艺，深入了解，拉近距离。金娘子不愧是金娘子啊，一举3得，确实是个好办法。啊，对了，白日里有道题说，蜀锦业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想，你心中的答案应该是团结一心，是吗？是团结，是人。花本和织机都是死的，唯有在人的手中才是活的。无论白郎君之后想做什么，还请珍惜这些匠人。你的意思我懂，还请金娘子放心。给钱呐，李师傅赢了！哎，李师傅发你什么钱呢？下一个谁？三哥，哎，会长，
白郎君，试试。我和白郎君就不用了。哎，稍等。啊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如今我也算是半个织锦人家吧，对吧？不能试试？是一个嘛，金人。上马上马上马。是就试。是啊。来，玩就玩。请。小心。我的问题是，你有几分真心想和我成为朋友啊？白郎君问的可不算锦业问题。你方才说了，锦业最重要的是人，问人心，自然是锦业问题了。你若是不回答的话，就是伤了我的一片赤诚了。10根。10根？当真吗？难道我与白郎君做生意的10分诚意，白郎君感知不到吗？哦，那着实是伤了我一片赤诚啊。好，这一局算我输。不过，希望你给我个机会。你先问。好。我想问白郎君，要在益州待几日啊？这也算是锦业问题吗？锦业最重要的是人，白郎君人中翘楚，那自然更算是锦业问题。说得好，那这个问题，看来我得好好想想了。金娘子，抓好绳子，稳住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本官与民同乐。我跟季娘子这一局还没有结束呢。杨警官若是想参与的话，是不是应该稍等片刻呀？依我看啊，你们这局早该结束了。哎，两位郎君，我季莺莺是个人，不是你们随意争抢的货物，不是你们谁想让我往哪边走我就往哪边走。如果你们这么喜欢这个游戏，你们自己玩吧。是白某无礼了。抱歉啊。多谢季娘子走向我。杨静兰，你手里的丝线是我染制的朱颜驼吧？哦，朱颜驼。请示嫂婆，你知不知道染制这一缕丝线有多辛苦？都是嘛，染了好几天，辛苦。这样，照价赔偿。照价赔偿？那不行。2倍。2倍够吗？不够，2倍哪够啊？3倍不能再多了啊！3倍。为情所困者，难成大事。季娘子如此辛劳，不去吃饭？你又来做什么？煽动丝线，辜负了季娘子的辛劳，特来负荆请罪。这是什么？坐上试试。哎，小心。腿用力，往后蹬。哎，这个有意思哎。可是这个能做什么呢？把它放到这锦房里，坐上便能辗转腾挪。你可以省些力气，也能解解闷嘛。
这也是你自己做的？是啊。不知季娘子可否原谅我唐突朱颜驼之罪？嘿嘿嘿，那就勉强原谅吧。不过今日前来，我还有一事想恳请季娘子。什么事？叫我师姐。是因为你要去押送贡景吗？是因为我想看看你看到的世界。你先坐会儿，我去拿锦。把眼睛蒙起来。这是何意？你不是要拾锦吗？季娘子这拾锦的法子果然特别啊！真正的高手都不是只靠眼睛拾锦的。要用心。对。记好了。看得见吗？季莹莹，站住！我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拾第一幅锦。你先摸一下，仔细感受一下，可摸得出来？如此这般乱摸，怎能识得此景？这个是花瓣，层层舒展；这个是花蕊，纹织精密。这个是叶片，六面开花，花中有叶，叶中有花，层层叠叠，四散平铺的式样。你再用心感受一下。宝相花纹锦，不错。好，换下一幅。
要不再试试啊？我说试试十几。看来这眼睛被蒙起来了，心果然会乱。你若愿意，我便会慢慢的走向你；你若不愿意，我便等到你愿意。哎呦，莫坤，你别瞎犟。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染的曙红，我想亲自送他一程。等我回来就好。我阿爷当年就是因为这曙红锦，死于非命。杨杰兰，我担心，便是你不带我去，我也会跟过去的。季娘子，我确实需要你，但这一次，我需要你留在益州，而非在我身边。我在益州？没错，我这在外面，若是跑累了，总要有家可回。行了，拜托季娘子。请保佑他一定平安归来。他是个好官，是个对益州城很重要的好官。他是对我很重要的人，我希望他平安。季娘子，白郎君为何在此啊？白某方才在散花楼喝酒，无意中看见季娘子匆匆跑过，以为出什么事儿呢。多谢白郎君关心。哦，对了，刚刚老板店铺剩下最后2根，我都买了，这儿还有1根，给你吧。这个是？这是我们益州的风俗，将许过愿的红绸往树上扔，可以保佑家人平安，也可以传递思念。白某没有可思念的人。每个人都会走过一段很孤寂、很冷的路，但是人生不会一直冰冷。你试试，你就许终有一日有人可念，有情可期。好吧。其实白某啊，不相信什么神仙，更不喜欢许愿。要不，季娘子替白某许一个吧。我倒是替我阿娘、阿兄、陈三郎、朱小娘他们许过，但是他们是我的至亲好友啊，与白郎君还算不上。其实我们相识的时间也不算短了，有过交易，也有过交情。但是作为朋友，我觉得白郎君不够坦诚。我们还是做生意吧，
殷殷告辞。你自己许个愿吧，心诚则灵。杨警官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背后的人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牛瑾不敢明面上动我，是因为他要给我和我背后的人一个交代。都运官可还记得季归南啊？三窗事发，栽赃替罪，与今日之事何其相似啊！你怎么净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呀？自从当年季归南事发之后，你便再没押送过贡锦。可如今我来了，你也就又来了。牛瑾是想你死在我手里，又或者是我死在你手里，就此结案。若真是你说的那样，那你为何还不动手啊？我不希望鹤蚌相争，牛瑾得利啊。况且当年你只不过是奉命行事，杀了你，不足以告慰亡还。我看不如你我合作如何？与谁合作，不是一死啊？死一个和死全族是有区别的。你说呢？东西。是我小看牛瑾了，他不是要你死我活，而是要我们都死在这里。到时候，都运官偷换贡锦，我一命擒拿，你替他顶了罪，我光明正大的丧了命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不明白这是个死局吗？与我合作，是你唯一的出路。你还没想明白吗？事已至此，我与你合作。贡锦之事，我愿写下认罪书，知人见贼。不过，你要确保我的妻女平安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杨景兰抓到了都运官，你马上带100精锐北上追击，务必在他们进入山南道之前截住他们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那赵郎君呢？我说的是一个活口都不留。是。金阳子，借一步说话。高大侠，杨静兰呢？她可是出什么事了？金娘子，杨三郎此番不顾生死，铤而走险，为的就是替你阿爷沉冤。他先说服节度使，让当年参与你阿爷救案的都运官负责此次押送，引诱姓牛的伺机而动。他在将计就计，抓住那个都运官，骗他是牛瑾要他做替罪羊，再由我们几个假扮牛瑾所派去的刺客，坐实牛瑾图谋，逼那都运官一马，是你唯一的出路。继而，他带着假的都运官直奔长安，吸引牛瑾注意力。那真的都运官呢？被你们带回了益州？是的，本来打算找一个隐秘的地方藏起来，可是刚刚传来消息，牛瑾
正带着大量的官兵前往益州城来。他比杨景兰所估量的更早的时间识破了我们的计谋。若是他大肆搜捕，我们怕是藏不住了。杨景兰跟我说过，若是发生意外，可前来跟季娘子你商讨。停！时间差不多了。掉头，回益州。来，北晚会新前预定了，凡是有意者到了现场，可以赠予荷包1枚，先到先得。车来了，车来了，大家让一让。人所为。你身为都运官多年，这种事做了多少次？10年前季归南贪污贡井一案也是我所为。季归南是被我栽赃陷害，他对贪墨一事并不知情。一起带走。是。且慢！我奉杨警官之命在此。你们警官府有什么资格查我军中之人？带走。是。且慢，且慢。刘将军，诸位益州乡亲，贡井乃是圣上垂青的珍品，是各家司警工匠的心血，是我们益州的荣耀。如今被奸人玷污，让我们益州蒙羞，那他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啊？
但这只是第一步。虽然我们现在有了换丝的地方，但是花掌柜的订单我们肯定是没有了。而且其他染户碍于花掌柜，肯定也不会再多给我们生意做的。如今之计，只能自救。所以我打算以我们染丝会的名义，带着大家去参加斗芳菲。只要在斗芳菲扬名，我们便可以直接与景户交易，到时候订单自然就不愁了。大家觉得如何？其实这次合作，大家确实是受益良多，但也险些濒临绝境啊。我们家以后怕是支撑不住。另外，花掌柜他答应我们了，要是我们退出染丝会，他可以既往不咎。对不住啊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们赌不起，也不敢赌。你们忘了他们是怎么欺负我们的了吗？现在有机会了，你们就想回头是吗？如今我们确实要面临险境。各位，人各有志，我不强迫。若是他日你们回心转意，还想再回来，我姬莹莹随时欢迎。抱歉。我阿娘说，此事确实惊险，但人无信不立。我这个人嘴笨，也不机灵，只占了一点忠诚，所以既然选择答应了你，就不会变。我身子不好，我就以茶代酒了，我敬你。哎，第一回听你讲话那么提气，金英，我看准了你，我相信你能带我做一番事儿，一番大事儿。敬你。英英，我做不了我家的主，但我能以我自己的名义加入你们吗？虽然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要大家需要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好。那我们就一起赚钱，共度难关。好，好，干！来，再敬大家。喝，干！走。我仔细翻看了所有侍卫写下的信息，发现沈警官似乎对青城山格外关注，时不时的便会独自上山一趟。青城山啊。上面安排的暗卫来了吗？来了，个个都是功夫一流的高手。你让他们先到山上去探查一番，如有异动，再来找我。好。杨警官，杨府派人给您捎个信儿，说这两天你不忙了，让你回府里看看。是谁来送的信啊？是杨敬山，还是杨敬林？看穿衣打扮，好像是个小厮。小厮？是。过几天就是雷祖祭了，锦王需要和警官一同上香祈福，你是逃不过的。依在下之见，倒不如回去联络一番。啊，对了，莹莹，你刚才说要参加斗芳菲，可是要参加斗芳菲的话，要行业翘楚的推荐啊，而且要缴纳不少的市金呢。这两样，咱们可都凑不出来。钱的事儿，我来想办法。阿兄。不是说好了吗？活的你管，死的归我。这钱的事儿，总不能算活的吧？
好，那我去找推荐人。那我们应该干什么呢？劳烦各位染出自家拿手的好丝，这便是我们去窦芳菲的底气。好，今天啊，我们不醉不归。好，继续喝。来。 禀报主子，丝已经全部准备妥当，送丝的儿郎们全是我精心挑选的，现在就等着雷祖祭开始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近日里季家那小娘子格外的嚣张，她不仅找来国舅爷撑腰，还和新上任的警官勾勾搭搭。 他从前未与人勾搭时，你拿住他了吗？我不要借口，我要的是蜀红丝。实在是这季莺莺诡计多端，主意多变，不好拿捏。万一他真的在1个月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到时候想抓他的把柄，便没有这么容易。所以，民女还请主子指点一二。 他多变，但身边总有不变的，以不变应万变便是。不变。民女明白了，多谢主子赐教。你有2只手，那就1只放在蜀红丝，1只放在雷祖祭。 要是哪只做不好，我便砍了哪只。民女明白。哎呀，季大郎君愿意到我们这小作坊来吃景，真是令我们这儿蓬荜生辉呀！长官您谬赞了，哎，还要多谢您的慷慨。哎呦，景王家的长子，您值这个价。 啊，哎，这就是你的知妻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等着你的大作啊，定竭力以赴。季大郎君不是向来觉得咱们小作坊织锦粗糙，怎么近日肯屈尊降贵了？还不是因为自己妹妹得罪了人，染丝生意做不成。 家里没米下锅了，人家大锦坊用的都是自己人呐，谁要他一个罪人之后啊？哼！哎，
你这边请。并非是我于家怕得罪人呢，只是做这担保推介人，尚需向官府交纳市金作保。便是知道您不畏权贵，敢仗义直言，英英才敢来拜访的。我们虽是小染户，但都是诚信人家，绝不会主动惹是生非。这些丝线均是我们所染。您看看，可能卖得出去？好丝啊。不过，好丝，它未必有好价格呀。英英明白，织锦的人知道什么是好丝，买锦的人未必知晓。他们要的是说得上名号、撑得起面子的名丝，这便是英英要去窦芳菲夺魁的原因所在。酒香也怕巷子深，还望于掌柜助英英一臂之力。如今我于家还欠着债，我现在身边就剩下这么一个孙女儿，于家的100年家业早就后继无人了。我是有心支撑，可是毕竟孤掌难鸣。我说这些绝不是什么借口。我信您，您本可直接拒绝，却以英英坦诚实情，是对英英的诚挚。多谢，叨扰了，我去别处再问问。于掌柜，告辞。豆，于天豆，于风豆。希儿啊，他生性懵懂，不通俗理。不过呢，他能感知人的内心和性情。他瞧出了你心里的斗志，所以他把斗彩球送给你了。你也斗一把？谁说于家无人？您斗得比我精彩，来日还想与您继续做生意呢。好，或许我还能斗几年。金娘子慢走。有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染丝会的季娘子需要找推介人，我过来瞧瞧。哎呀，城中大染户和花掌柜都抱团排挤我们染丝会，锦户又看不上我们小染坊。于家主心善，但是也爱莫能助。你忘了我姓什么了吗？这推荐人必须是各家家主，还要交纳不少的担保钱呢。即便你是赵家二郎，这次也帮不了我了。谁说我了呀？我说我家祖父。他不是一直不喜欢我与你来往，这次怎么愿意帮我？我把你给我的那方知风锦帕给他看了，他留下了，还说可以见你一面。那还等什么？走。
祖父，阿娘，拜见赵老太爷。快请起。伯母，二郎，呆站着干什么？坐到阿娘这边来。不了，阿娘，儿子站在这儿就好。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整日在外抛头露面不说，还要去什么染丝会做男人的生意，真是。阿娘，赵伯母，英英认为生意不只是货币交换，这后宅之中出账雇佣也是生意，甚至男女嫁娶、儿孙赡养之事，也有人把它当做一门生意在经营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你出去。无人耳目，还不快走！婶娘，你出去。是。听二郎说，这绣帕是你配的色。锦色易织，但风流难织。而混色和冰织可以让色彩产生明暗深浅的过渡，风便由此而来。混色和并织不难，难的是有一双观色入微的慧眼和精准取色造色的天赋。这一点，像你阿爷。绣乃针刺，锦为梭织。这两者相差甚远，要将这图样转换到织机上，可不是件易事。孙儿愿意一试。那你就试试吧。季娘子想得到推介资格，我也愿让你一试。如何是？我赵家囤了一批沉丝，质量算不得差，只是颜色有些过时。倘若在半月之内，季娘子能设法将这批丝卖出去，老朽就应你所请，将你推荐给锦绣同好。赵老太爷请放心，英英必能办到。这次你露了头，怕是就没有办法藏拙了。你说过，越是被赵老太爷看重，越是会身不由己，一切都得按照赵家的规矩活着。可是，一次退让，次次退让，与其被动行事，不如主动争取。桑十四郎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那赵二哥哥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。我看那赵家老太爷根本不是真心想帮你，他无非是想利用你，诓骗他的宝贝孙儿回去帮他织锦罢了。什么卖丝啊，他分明就是刁难。到时候卖不出，便是你无能，与他无关。他自是有他的私心，但他话既说了，我若能办到，他也无以反悔。我现在就是差个好主意。杨静南，今日19，是他阿娘的忌日。忌日？他忌日穿这么招摇？他这个人，越是难过，越是荒唐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，对，你是他前大嫂。这饭什么错了？打架？谁赢了？我输过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
跟长辈吵架，谁赢了？你说呢？哎，你干嘛？这是贡品。贡品怎么了？供给死人是有用吗？反正我阿娘又不供在这儿。我和他一样，讨厌杨家的规矩，爱和杨。没有啊，这或许有误会。这个爱打没够的东西！今日是我阿娘的忌日，我来给杨老爷送份大礼，请诸位做个见证。想知道啊？以后我免不了与警官纠葛，知己知彼才好。说说呗。那你先说说，我这新酿的酒怎么样？啊？我这喝的有点快，没来得及细品，我再品品。香。他阿娘是他阿爷最爱的女人，但是出身寒微，加上杨家当年生意惨淡，他阿爷便被宗亲逼着娶了大户人家的女子做夫人。他阿娘苦等5年，才被杨家抬着进门做了妾。你走开！我不要你找我阿娘。三郎，你阿姨可是连夜赶回来的。连夜赶回来，10日前你便收下阿娘命危的消息，时至今日才赶回来。因为你要谈生意，你要做买卖。我阿娘跟那些比起来，从来都不值一提。放肆！杨家生意乃是大事，自然大有私情。你身为杨家子嗣，理应明白其中道理。宗亲的利益便是大事，我娘的命便是小事吗？如此逆子啊！家主，你还要姑息吗？来人，把这个逆子送到族中教养。放开我，我不走！你放开我！放开他！出来！松开他！忤逆长辈，出言不逊。
夫人，郑夫人，郑夫人，郑夫人，振作！班长，你阿娘要是知道你回来，一定很高兴。他当年如果能见到你，难怪他那么讨厌与我谈交易。他不是讨厌你，是讨厌杨家。谁不讨厌杨家？我凭什么守你杨家的规矩？知锦了不起啊，我还会酿酒呢。人可以不穿锦衣，但绝对不可以不喝酒。让我品酒，倒把自己灌醉了。就不该跟你聊杨家的。你干嘛去啊？不许走！我去给你做醒酒汤。我不喝，我没事儿。你等我等。你们，没事儿。你别喝啦。莹莹，阿兄，季家大郎你来了。陆掌柜，阿兄你怎么来了？阿兄来接你回家。正好，来，坐来喝点儿。阿兄，你去帮阿玉熬一碗醒酒汤，我得把她哄睡着了才能走。好。莹莹，你说我这新酒叫什么名字？叫琥珀光，怎么样？天下第一杯。天下第一杯，这个名字我可不敢吹。杨警官，酒馆打烊了，不如改日再来。门没关，人还在。怎么，你们可以在这儿买醉，唯独本官不可以？我们是在照顾醉酒之人。谁醉了？我没醉。没有。这坐都坐，我去给你们拿酒。玉掌柜，季家大郎，你喝多了。你兄长他没喝酒，他就醉了。你们等我啊，我去给你拿酒，等我。本官今夜心情不好，不如这样，咱们就当不认识，不计前尘，萍水相逢。坐下陪我喝上一杯，可好？好。那杨警官，顺便莽撞，怎敢与杨警官共饮？还请见谅。抱歉啊，我在外面惯了，忘记了这城里的规矩了。那这样吧，
我拿些酒就走。走什么走呀？要上哪儿去？她一个云英未嫁的小娘子，确实不适合与你深夜独酌。但是我可以呀，谁还不是个江湖人呢？喝不喝？坐。喝你的江湖酒。来啊！阿姐可还记得当年在祠堂罚跪？不想记得。最好忘了。这么好喝的酒还堵不上你的嘴。阿兄，我羡慕他们。莹莹，我知道我是女子，我活在宜州城，我要讲道理、守规矩，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。慢着点儿。但这么喝下去也不行。还能不能喝了？真开心！来，2壶酒，2壶汤，不许闻，不许碰，拿到哪壶是哪壶，全凭运气。你们敢不敢赌？姜放多了，盐放少了。我下次注意。哎，你们做什么？谁说我们只喝1壶了？人心的贪婪是无限的。怎么还是刑警堂？店家的智慧也是无限的，不然怎么能保证你们一定喝到汤？洞察人心，故弄玄虚，奸商，故弄玄虚，洞察人心。阿兄，我想到把贝斯卖出去的法子了。三哥，我不行了。赵家的那个费斯也太废了，而且还冷个多。三哥，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眼皮是不是已经搭住了？你看看。我帮你看一下啊。你赶紧清醒一下吧，本来也没有多少了，把这些弄完了的话，我们就剩一点儿了嘛。我真的不需要人搭讪，别在这挡我光好不好？我说这边就完了呗。张十四，你别碰我的丝，离他远点儿。剪。爷，这个修好了。哇，不愧是平儿，修得又快又好。不愧是季郎君呐，疏密得意，平整光滑，好景啊！这个月月钱，我多余你10钱。谢过王掌柜。不是，你这吃的什么样子？你让我怎么卖呀？这你坐的离季郎君那么近，便不能向他好好的学习学习吗？掌柜的，我跟你说哈，你们几个，上次单子就耽误了进度，约钱，每个人罚2钱。咱们警法向来都是赏罚分明，能者多得。若是你们知意精进，工钱少不了给你们。季郎君果然织得好啊！我们是应该好好向季郎君学学。对，待我做完这些，便交诸位。正义显摆！你没来之前，掌柜的也没嫌我织的糙。
阿姨，我是不是没有知情天赋？天赋这东西，你阿爷我也没有，但阿爷靠的就4个字：勤能补拙。只要你用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就一定能做成，还能做好。起床！都干什么呢？啊！都干什么呢？都干什么呢？都干什么呢？啊！在巡行之时，便不要到我王家来做工了。去，回去都干活去！真是的，放了你们了！哎呦！哎，金郎君，来！哎呀，金郎君，你没事吧？喂，王掌柜，这台织机可否卖给我？他说阿爷当年用过的，我都想留份念想。这机子虽然是坏了，但是也不便宜啊。我定会凑足银钱，恳请王掌柜成全。慢一点，别摔喽！杨警官怎么还没来？马上就到祭祀的时辰了，过了时辰可是大忌。他要么有晚来的用意，要么有晚来的借口。你好像很了解他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哎，桑14郎呢？我让他去顾抬生意的梅子了，大家各司其职，他总得做点什么。照上去干什么？他在看你。提并论，斗锦会上，大郎斗锦，3郎平锦，这1周锦业，杨家一枝独秀。这大郎的锦王，靠的是蜀锦人家的认可；3郎的锦官，乃是朝廷的任命。我们杨家能有今日，多谢各位的提携和朝堂的公正，所以。不管是大郎还是3郎，自会以理服人，公正无私。您说呢？自然，孰是孰非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如果你2位有这个闲情逸致的话，就赶紧派个人去找找吧。眼看着祭祀的时辰就要到了，要是把雷祖给惹怒了，谁都不会有好福气的。警官到！上头香这番大事为何要迟来？若误了时辰，乃是对雷祖的大不敬。你们杨家人就是这么对本警官说话的吗？是我对雷祖娘娘不敬啊，还是你对本官不敬？吉时到，恭送指使者捧盆捧金，警官警王万手尽心。